大家好，我是元猫，今天来聊一点不着调的，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有一样的感觉？曾经代表极致科幻的赛博朋克，已经越来越不科幻了。1984年，威廉·吉布森在科幻小说《神经漫游者》中首次提出了赛博空间的概念，也定义了赛博朋克的核心：高科技与低生活的悖论。赛博朋克也自上世纪80年代起，成为了一个广受欢迎的科幻流派，背景通常设定为技术高度发达的未来社会，人工智能、异体改造、赛博空间等科技无处不在，但技术红利被少数资本巨型企业垄断，社会阶层严重撕裂，而大多数普通人则陷入了更贫困、更压抑的低质量生活。半个世纪过去了，《银翼杀手2049》里的霓虹雨夜，感觉已经快要照进现实了。你有没有一种感觉，赛博朋克作品可能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科幻想象，而是对技术社会的精准预言？如今 AI 以超越工业革命的速度重塑着世界，大前研一笔下的 M 型社会不再是日本泡沫经济后的独有现象，而是成为了全球范围内的社会新形态。中产阶级持续塌陷，贫富两极的鸿沟因技术壁垒愈发加深，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在 AI 时代被无限放大。而那些创造出赛博朋克的创作者，仿佛是一群早在40年前就看透了技术发展本质的先知。技术本身并不会带来平等，若缺乏合理的约束与分配规则，高科技只会催生更极致的低生活。不得不说，这群人真是天生的社会观察者，当之无愧的天才。赛博朋克的核心是高科技与低生活的悖论，而 AI 正是将这一悖论照进现实的关键推手。它让 M 型社会的轮廓愈发清晰。赛博朋克也从来不是对未来的空想，而是对人性与资本的深刻洞察。谈及 M 型社会，绕不开日本趋势学家大前研一。2006年，他在 M 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中，以日本逝去的20年为蓝本，提出了这个颠覆传统橄榄型社会认知的概念。在全球化与经济停滞的双重作用下，原本作为社会中间的中产阶级，除了少数人能挤入高收入阶层，绝大多数会滑落至中低收入群体。社会财富分配的中间地带出现巨大缺口，形成左边穷人变多，右边富人变多，中间塌陷的 M 型分布。大前研一曾抛出3个戳中中产痛点的问题：房屋贷款是否让你压力巨大？你是否不敢生儿育女？孩子的教育费用是否让你忧心忡忡？只要有一个答案是肯定的，就意味着你早已脱离了真正的中产阶层。这一判断在当时的日本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声，而如今这3个问题也成为了全球中产，尤其是东亚中产的共同焦虑。更关键的是 AI 的出现让 M 型社会的形成逻辑发生了本质变化。大前研一时代的 M 型社会源于经济停滞与生活成本的挤压，而 AI 时代的 M 型社会核心是技术壁垒带来的阶层重构与财富再分配。如果说过去的阶层分化是资本驱动的结果，那么现在的分化则是资本加技术的双轮驱动。牛津大学与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的联合研究显示，当前全球职业市场已呈现出典型的 M 型结构，半数岗位的自动化概率将超过70%。这些岗位多是依赖标准化、流程化操作的中间技能岗位，而自动化无法取代的高价值岗位仅占总就业人口的40%。AI 时代的 M 型社会不再只是收入的两极分化，更是技能与机会的分化。它让阶层的流动通道变得愈发狭窄。掌握 AI 技术、数据资源与资本的人，能站在技术的风口上快速积累财富，而缺乏核心技能的普通人，不仅面临着岗位被替代的风险，更失去了向中产跃升的传统路径。这种由技术带来的阶层裂变，比单纯的经济因素更具颠覆性，也更难逆转。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而 AI 就像一把精准的利刃，直直劈开了中产阶层的核心阵地。它并非简单的淘汰低技能岗位，而是对中间技能岗位进行精准绞杀，同时让技术精英的财富实现指数级增长，再叠加生活成本的持续挤压，最终让中产阶层陷入向上无望、向下滑落的困境。AI 的核心能力是对标准化、流程化、重复性工作的高效替代，而这正是传统中产岗位的核心特征。从银行柜员、行政文员、基础客服等基础服务岗位，到初级程序员、数据录入员、基础文案等脑力劳动岗位，再到会计、审计、法律助理等专业服务岗位，这些曾经被视为稳定中产的职业，如今都成了 AI 替代的重灾区。野村综合研究所的研究指出，这些被 AI 精准瞄准的岗位
恰好是支撑中产阶级的核心力量。他们不需要顶尖的创造力，也不需要体力劳动的付出，而是依赖知识记忆加流程执行的能力。而这正是 AI 最擅长的领域。AI 的高效正在让大量基础脑力工作的工薪阶层面临失业，即使留下的人，薪资也被大幅压缩。而这些人正是曾经的普通中产。就业市场形成了典型的哑铃型结构，一端是高价值的创意岗位、战略岗位与技术研发岗位，这些岗位需要人类的创造力、共情力与复杂决策能力，是 AI 难以替代的。另一端是服务类岗位，比如老年护理、外卖配送、实体零售，这些岗位依赖线下场景与人类的身体力行，暂时无法被 AI 替代。而中间技能岗位却在 AI 的冲击下持续萎缩。这种就业结构的变化直接导致了中产阶级的塌陷。原本的中产群体要么凭借核心能力挤入高收入的技术精英阶层，要么转至服务类岗位，中间的过渡地带正在逐渐消失。 AI 在绞杀中间岗位的同时，也让掌握核心技术与资本的人迎来了财富的狂飙期。在 AI 时代，技术成为了最稀缺的资源，而掌握这种资源的人自然成为了财富分配的最大受益者。更值得警惕的是， AI 让财富的积累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过去的财富积累需要依靠时间与劳动的叠加，而现在技术与资本的结合能让财富实现指数级增长。普通劳动者即使再努力，也难以赶上财富增长的速度。这种努力与回报脱钩的现象，让普通人的中产梦变得愈发遥远，也让贫富差距变得愈发悬殊。大前研一提出的3个中产问题，在如今的社会依然存在，甚至愈发严重。以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为例，一套普通的商品房需要一个中产家庭背负20-30年的房贷，孩子的教育费用从幼儿园到大学动辄上百万，而一场大病就能让一个中产家庭返贫。这些生活成本的压力早已让中产阶层不堪重负，而 AI 的出现又让他们面临着岗位被替代、薪资下降的风险。为了应对这种风险，中产阶层不得不削减消费，选择更便宜的商品与服务，而消费降级又会导致市场需求的萎缩，进而让更多企业陷入经营困境，引发更多的裁员与降薪，形成恶性循环。赛博朋克的经典作品都在讲述一个核心故事：技术的高度发展并不会带来全民的幸福，反而会加剧阶层的分化，让少数人掌握技术的红利，而大多数人陷入低生活的困境。在赛博朋克的世界里，摩天大楼直插云霄，全息投影遍布街头，人类能通过一体改造获得超能力， AI 能掌控整个城市的运转。但与此同时，贫民窟与摩天大楼比邻而居，普通人挤在狭小的空间里，为了生存苦苦挣扎。他们享受着技术带来的便利，却从未掌握技术的核心，甚至成为了技术的附庸。这一场景如今正在现实中上演。我们身处一个 AI 高度发展的时代，手机能实现智能交互， AI 能帮我们写作、绘画、编程，智能机器人能替代人类完成各种工作。我们享受着技术带来的一切便利，仿佛进入了一个高科技时代。但另一方面，普通人的生活压力却越来越大，房价、教育、医疗的压力压得人喘不过气。很多人挤在大城市的出租屋里，为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拼命努力，甚至连基本的生活品质都难以保证。我们用着最先进的智能设备，却过着最拮据的生活。这正是赛博朋克笔下高科技低生活的真实写照。技术的发展只会提升社会的整体生产力，却不会自动实现财富的合理分配。当技术的红利被少数人掌控时，高科技带来的只会是更极致的低生活。在赛博朋克的世界里，政府的权力被不断削弱，而巨型企业成为了社会的实际掌控者。这些企业掌控着技术、资源，甚至法律。他们研发一体，掌控 AI， 垄断信息，成为了无所不能的财阀。普通人想要获得更好的生活，只能依附于这些企业，而那些反抗企业的人，最终只会成为社会的边缘人。这一设定如今也成为了现实。在 AI 时代，科技巨头成为了技术垄断的核心力量，谷歌、微软、OpenAI、阿里，大企业掌控着 AI 大模型的研发与数据资源，他们决定着 AI 技术的发展方向，也掌控着 AI 时代的财富分配。这些科技巨头就像赛博朋克笔下的财阀，他们凭借技术垄断不断积累财富。这种技术垄断成为了 AI 时代阶层分化的核心推手，也让 M 型社会的鸿沟愈发加深。赛博朋克的主角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企业高管，也不是掌握核心技术的科学家，
而是社会的边缘人、黑客、议题改造者、赏金猎人。他们身处社会的底层，为了生存苦苦挣扎，想要通过技术改变自己的命运，却最终往往以失败告终。比如赛博朋克边缘行者中的大卫，他想通过植入顶级一体桑德维斯坦实现阶层的跃升，最终却成为了企业的牺牲品，落得个悲惨的结局。赛博朋克的创作者早已看透了这种阶层跃升的困境。当技术成为阶层分化的核心推手时，普通人的努力在技术与资本的面前往往显得微不足道。 AI 催生了 M 型社会，但 AI 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技术的发展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加剧阶层分化，也能推动社会进步。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掌控技术，如何分配技术的红利。面对 AI 时代的 M 型社会，我们需要从个人、企业、社会3个层面共同发力，打破技术壁垒，实现财富的合理分配，让 AI 的红利惠及每一个人。技术的发展最终要回归到人本身。如果技术的发展不能让普通人的生活变得更好，那么再先进的技术也失去了意义。AI 时代的到来是历史的必然，而我们的目标不是阻止技术的发展，而是让技术的发展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让 AI 的红利惠及每一个人。如何让 AI 成为普惠的工具，而非阶层分化的利刃，让高科技带来的是所有人的美好生活，而非少数人的狂欢，这才是 AI 时代最需要解决的难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肯定不能像赛博朋克的故事里完全依赖在几个黑客或者赏金猎人的身上，它需要的是全社会，从个人到企业到政府的共同努力。好了，今天的胡思乱想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